保起见，1秒沦陷。本节目由3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冠名播出。本节目由2亿年轻人都在玩的搜 APP 赞助播出。不开心就上搜，上搜秒开心。本节目由双重加薪、双倍美味的嘉顿双味威化行业赞助播出。欢迎登录偏爱的。Hello， 不敢说，非常开心。死了。不回答。耶 Hello， 相信一见钟情吗？独属于你的偏爱。所以我们现在双向奔赴了，拜拜。我觉得我喜欢你，甚至我们可以在岛上牵手在一起。我们是不是需要多遇到点事情才能互相了解？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日子是怎么样的，无法预知。希望我们都能在以后的现实中跟在岛内一样。但是我是喜欢感受当下的。你为啥紧张？我不确定呢，明天来看吧。你一回去别直接忘了我。太快了，你会舍不得吗？我觉得还是会吧。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就做自己开心的事儿就够了。偏爱岛上很多东西都是真空的，就像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被零散的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的这些信息所侵略，而在这个岛上我会发现这个世界有特别多美好的东西。非常感谢能够有偏爱岛上这12天的经历。Hello， 潘潘，今天是在偏爱岛的最后一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哎呀天哪，就一下子录的还有点紧张了，摄像头突然对着我。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带回去一根小马送的花儿。你要去找人写字了吗？素，你可以一会儿来找我来。好，你先去找谁？我不知道，我看着谁我就找谁，我就拿我的 DV 机每个人都录，我让他们每个人给我画个小星星就好了。看我给你的礼物，这个像我的小熊。雪飞，把我的耳环戴上，简直是一模一样。你这写啥呢？不给你看。因思苦想啊。不给你看，我已经写完了。是啊。签字吧。签字。来吧。签到这里吧。可以啊，签在心脏的位置。那我写大一点呀。别在这写，我全部占完了。可以啊。写那个什么马浩腾啊。啊？这写的吧，丑死了这个。这就行了吧？可以了吧？这样吧，就这样挺好的呀。你们发现它很像一个心脏爱心吗？发现了没有？哪里？哦，真的耶。像不像？故意的啊。像不像？像不像爱心？有点像了，有点东西啊。给，你来写。那我写在同样的位置啊。啊？没事，多看看你。哎呀，弄上了。可以吧？可以啊，写正中间了。那我这衣服不让别人写的呀，别想碰我的衣服，他们。你好会啊，好会说呀。
左心房。你想到了？想到了。你等我写完你再看啊，现在先别看。好。写完了。我看看。给你写的很有道理的一句话。看看。一起成为更好的大人。小屁孩。闭嘴！闭嘴！你念出来好非主流啊。写好了。我看你写了个什么？熠熠生辉。可以吧？可以的。你到底想不想要我这个特别牛的蝴蝶？你想要的话，你就得等一会儿，它会让你觉得很值得。让我学习一下如何画一只蝴蝶。唉，人生中第一次画蝴蝶。哎呦呦，你是大艺术家。我写完了，可以写一下。小马，写一句你最不正经的话。写啥？新疆最帅的男人啊！以后我晃的这衣服都卖钱了，你看看，你真的好色了。OK。Smile。谢谢。岛上我唯一愿意叫一声哥的人，我们的感情已被我刻在心中。我都已经感动了，我都已经感动了。真的哎，真写很好哎。这是个王冠，王子存，这是个王冠，牛，可以吧？我够感动。汪苏泷的小星星，还是你懂我。画的好丑啊！你这画的谁啊？你自己啊？你这话说的啊，你画的好丑，然后指我自己，我真的生气了。会写，给你写个毛啊！不写了，写个还我断弹灰，还我第一天断弹灰。还有种毕业季的感觉啊。是啊。我不想那么草率的签个名或者是画个图就完事儿了，空白意味着还有机会再写。你困呢？睡觉吧，回去。午觉吧。困成筛子了，我现在秒睡。你让我站在这里1秒钟，我就能跟你先睡。表演一个，又跟昨天一样。你偷偷拍我，暗恋我2年了，20年了，说错了。你挺熟门熟路啊，你都来我房间了。这有啥不可以的？变化的原因可能一个是对他的好感有增加，另一个是感觉他也没有很反感我往他那儿跑吧。我觉得我也该勇敢起来，毕竟这种经历或者是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躺着吧，睡觉吧。呀！我东北我只去过哈尔滨。来大连吧。可以呀。大连是我也一直很想去的。哎，你要不要这个？什么东西？我的倒是多一个，我有2个。为什么？因为我的之前掉了，找不到了，后来被人找到了。那你送我一个吧。送你一个。行吗？我看看。太可爱了，这个有一点。我看看。感觉你真人比照片好看，说实话。是吗？好吧。送你了，小海星。又送我了？送我这么多东西。反正都是破烂儿。好，就拿吧，你拿一个不支撑。你收拾东西了吗？收拾了，我都快收完了。收完了。等等。小熊。走吧。你来闻闻。闻一下嘛，小时候的长雪飞。你收拾东西了？
做什么的呀？你是不是只有一个箱子啊？对啊。你东西好少。你呢？我2个箱子也挺少的。晚上我帮你拿一个吧。可以啊。没有你我也拿不下呀。没有你我也拿不下呀。是吧？靠你了。收拾东西啊。收拾东西吗？嗯。你要收拾东西啊？最后收一下就结束了。那你去收吧。什么时候收完？干啥？有啥事儿？不是下一趴了吗？待会儿还有下一趴呢？下一趴什么？临别宣言。想好了我都。哇塞，这是直接交给我还是啥？这个，不是，这写给大家的。哦。给你还没写呢。是吗？啊。好吧。好吧。走了。好。别，你这是恋恋不舍的呢。没有恋恋不舍呀，我会恋恋不舍吗？开玩笑。请全体岛民前往沙滩，共赴在偏爱岛的集体之约。哎呦，这也太可爱了，妈呀！哇，满满的回忆啊！天哪！哎，幸亏我戴墨镜了，不然我真的要哭出来了。都是回忆呀！毕业季啊，天哪！哦天哪，这个好甜啊！哎呦，哎呦，哎呀，哎呀，甜蜜啊！哎呦，好想把这张照片带走啊，怎么办？好甜！开始吧，我都已经哭了一圈了，该你了。太多你了，你往里看吧。这第1天吗？还是第几天？哇！哇！哎，你看到后面你的了吗？什么？巨好看！我慢慢看，后面那个巨好看，慢慢来，慢慢看。哇！我的天，是，哇塞！哎，怎么每张都这么好看啊？哇，怎么回事啊？哇，好可爱这个！哇！哇！然后你就看最后一张。你就说你根本惊艳到了！哇塞！这个太棒了！哇，这样怎么这么好看呀？啊！那个真的太棒了！我跟蒲妍妍的照片经历的点点滴滴，具体是哪个场景，甚至说我们两个说了哪些话，都会在我脑海里闪过，就是特别想哭，超级感动。哎，咱俩。啊，这可以。这是傻乐呵呢。你站这儿，我站这儿，洗菜，在那傻乐呵。女主都是最后登场吗？对啊，主角就这样啊。啊？主角就最后啊。大家都好上镜啊！哎，素素跟小马哥这张好有氛围感。看这个是不是也有？啊，确实啊，火力全开。不错啊，这张挺好看的。看这张巨无敌美，超美啊！
我真的这张笑死了，这张真的笑发财，就你这个太好笑，太好笑。学到我笑发财了。对，笑发财了，好好笑，好好笑。哎，坐过去吧。行啊，看完坐过去。走吧。往哪坐？坐这边。我坐哪？坐这吧。这边。怎么说？给你心爱的女生留一个。我心爱的女生从来不坐我旁边，她有自己的节奏啊，有自己的节奏，不分左右。就这吧。要颁奖，这是要颁奖吗？好玩，爱玩，多玩。我好好看，我怎么这么漂亮？你不说说他有多帅？他从来不说我帅，他就帅，说我像小吴，帅。玉珠，写啥呀？告诉你，写了很多呢。我刚看照片的时候，突然想到，我梦到我和你认识的这个画面。真假的？大概在1年前的时候。你梦里我啥呀？我哪知道是我呀？我梦见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你，但是我知道是一个女孩，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些这种人生的话题，然后在看照片的时候，那场景我也想起来了。只是命中注定是吧？命中注定。感觉要参加婚礼一样。轻薄旗舰1秒沦陷。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冠名播出。本节目由2亿年轻人都在玩的SOUL APP 赞助播出。不开心就上SOUL，上SOUL秒开心。本节目由双重夹心双倍美味的嘉顿双味威化行业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来到偏爱岛纪念大赏。2025年8月9日，是你们初见面的日子。当12天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现，那些藏在晨光里的问候，浸在晚风里的欢笑，落在眼底的温柔和藏在心底的悸动，是否依旧清晰可见？那些未说尽的不舍和心动，是否还在心头轻轻翻涌？这里是偏爱岛为你们举办的纪念大赏，也是专属于你们的独家记忆。现在，请段丹辉上前，领取属于你的偏爱岛纪念手册。哦，好怕我念哭。你好，段丹辉，你说偏爱会让你在世界角落发现我。偏爱岛上的12天，有人发现了角落里的你吗？偏爱会让我在世界的角落里发现你。2025年8月9日，第5个出场的你，全场主动发言不超过10句。也是在这一天，飞扬的黄色衬衫悄悄种下了怦然心动的种子。Hello， 小潘，灰灰。于是，胆小鬼开始钻出保护壳。据不完全统计，第1天你主动搭话6次，没得到回应，但还在继续努力，不敢过激。第2天，你在餐厅里晃荡了8圈，
怎么办呀？每一圈的终点都在同一个地点。第3天，偏爱之月见证了你的第1次勇敢 all in。你不觉得我会走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投了很多。此后的10天，你的心意再没改变。爱会让人变得勇敢吗？相信你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万幸，你遇见了同样真挚的少年。敲门声的重音是否稳住了你即将缩回的脚步？找下段丹辉。我现在吗？让你徘徊的步伐有了坚定的朝向。偏爱之月亮起时，沙滩上每晚陪伴的身影。我陪你呀。哎呀，我到就在外面偷听。不行，你必须得给我走远点。我这偷听。不行。你是否感受到了安全感与被偏爱的底气？烈日下奔向偏爱补给站的少年，是否让你看到了一颗滚烫的真心？其实你本就不是在角落里等待被发现的人，你是在舞台上自信发光的灰灰老师，你是说起冷笑话俏皮可爱的蛋姐，你早已是他眼里最耀眼的那颗星。哇，好感人。段丹辉，恭喜你荣获偏爱岛启明星称号。启明星是破晓前最坚定的光，率先刺破黑暗，温柔指引方向。因为你心底的那份勇敢与真挚，让所有的角落都能汇聚光芒。谢谢。写的宝好啊。我特别想对大家说，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相遇都是一场被命中注定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会在这里遇见，都是一场非常幸运美丽的邂逅。然后其实我更想对我自己说，因为我来到这里，我踏出了可能我生活中非常不愿意突破的那一层保护壳。然后我也在这发现了可能更加闪闪发光的自己，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就觉得站在这里非常的幸运幸福。我希望大家以后每一天都要在幸福里成长，谢谢。美的。哎呦，写的真的好好，全部都在点上。我了。你好，潘萧逸。你说偏爱是我们一起搭积木，你1块我1块，谁知道上岛第1天你就哐哐开干，没毛病。有招吗 ？low 的。3连口头禅让全岛火速染上潘氏语言综合症，这传染力比叠积木还快。问起爱情攻略，你一脸真诚的摊手一笑，我真没招啊。结果呢，偏爱值高的堆成通天塔，但在你内心深处，只守护着偏爱的那个他。通往偏爱之约的路上，你以每晚风雨无阻的陪伴，铺就了一份始终如一的守护。迈出的每一步，让你成为全岛首份接送担当。每一次组队选择，脱口而出的答案从未改变。我选段丹辉，段丹辉绝对会回。无论他在哪个角落，你都能发现他。吃不下。吃了吗？你要一个人还是跟我跟你们一起？我肯定选对了。我也本来是。你给我看一眼你的。哇，好笨啊！讨厌被说幼稚。的确，在这场爱情的考验中，你表现得不像小孩。你想去的地方都不远，对，还有一点，我可能改。你的偏爱不是靠技巧，全凭一块块搭上去的真心。
从初来乍到的有点懵，到锁定目标的超坚定。来点加比心，那个回眸一笑，还给你，我要吃我的抹茶味道。上，慢点。这成长线很酷。潘萧逸，恭喜你荣获偏爱岛一片丹心称号。祝愿这副一片丹心的积木，你一块我一块，海水一定会变蓝，海水一定会变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有一句话，咱们还能转场。这个转场我一直期待着，可能在明天以后，或者是多年以后，我也会期待大家样子有没有改变。大家是否还是笑着的、开心的？好了。高情商，说的真好，可以吧？真好。我看一下你的一片丹心，有招吗？真是这个丹。涛哥，涛哥。好像老领导。你好，郭振涛。2025年8月是你来到偏爱岛的第一天，一不小心，你成为全场最沉默的岛民。你交流的人数比不上你喝水的次数。战术性喝水。这一天，你的偏爱迷茫无处安放。偏爱之旅来到第2天，古灵精怪的他迅速拉近了你们的距离。是吗，郭振涛？烦死了，别叫我了。郭振涛。红月升起，海风轻拂，你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约会。说了我是 NPC， 你不信？一不小心，手机里定格的照片，见证了你最初的心动。偏爱之旅第6天，你说话的频率开始赶超你喝水的速度。第8天的恋爱修炼班上，亲亲贴贴，邪魅一笑，金句频出。贴。与他斗嘴互怼，成为了你的偏爱岛日常。找到自己的饭，就是找一个相似的人嘛。我爸也非常研究这个。谁是我老板啊？行，下午不有，谁也别吃饭，我也不玩了。一不小心，涛哥暴露了自己也是个幼稚的男孩。哎呦，哎呦。涛哥落泪，哎呦，猛男落泪了，咋了，涛哥？猛男落泪了。当偏爱有了方向，便再也看不到别人。哎呦我去！我就说擦眼的吧。怎么回事啊？真服了，非要整这种东西，搞这些，我真的得笑墨镜，真的是笑墨镜。你始终如一，偏爱之月里，你一共all in了7次。同样 all in 的还有你为数不多的升温值。爱情和面包对你似乎从来都不是难题，然而你那个无声胜有声的夜晚，你下雨了。你坐立不安，上蹿下跳，在意的如此明显。哎呀，戴了个小帽子。那一刻，你到底是真的口渴，还是难以按耐的心慌？你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诉说偏爱，是清晨地上的软帽铃，是深夜泡好的红糖水，是贴心送到床边的午餐，
是为了选他想吃的放下那瓶最喜欢牛奶，而是那张鼓起勇气、大胆表达爱的小纸条。哎呀，好可爱啊！真的是全岛最感性的男人啊！哎呀！恭喜你荣获偏爱岛一不小心称号。偏爱之旅或许只是人生轨迹的一不小心的脱轨，只愿你继续在自己的爱情宇宙里笨拙而炽热，真诚而坚毅。岁数大了，有点感性了。哎，像这里边说的，不善言辞，不太容易放开，也不太容易被别人打开。他还不太容易放开呢，他已经100%放开了。感谢大家。真的，听不得，听不得。丢人现眼。哎，你耳朵都红了。超哥，帅。哎，都给你录下来了。哎呀，醉了，我这以后怎么上班啊？哎，我真服了。领导说你太感性了，这工作不适合你。没法上班了。这段偏爱岛之旅可能是让我加速成长的一个过程吧，或者是打开我心扉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我在大家可能身边同事或者朋友的形象，更多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相对比较严肃的一个男生吧，不太愿意让我这个感情去迸发出来，自己憋在心里，然后慢慢就消化了。但是有这么活动去释放，感觉它就不会去停，它只会像破了的闸口一样一直在放水，就是很难再去给它补上。这10多天，感觉就像一朵花吧，一点点在打开，就是感觉就绽放了。你好，秋桐。你说偏爱是组队打游戏，一起通关成为更厉害的玩家。那偏爱岛的这个人生副本，你找到你的专属游戏搭子了吗？第一天的你显然没有，因为别人都在聊爱情，你单开了一局生存游戏。第2天的你致力成为偏爱岛上的 NPC， 但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有人早将你视为这场游戏中最闪耀的主角。第3天的你又开始沉迷竞技场，是的，眼里只有输赢，没有爱情。奇妙的是，球场失意之际，情场却悄然得意。你迎来了偏爱岛上的第一次约会，手机快门轻响的瞬间，镜头前笨拙的摆弄，是比誓言更诚实的浪漫。你好像终于开启了双人模式，走上了爱情这条主线。可是组队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草率的事情，他一次又一次地送装备、感冒药、红糖水、小纸条，你习惯性的观察，却很少给出回应。第8天的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对谈，无人知晓的心意才终于揭晓。原来印满单词的卷纸和一起堆过的沙雕是你古灵精怪的游戏邀请函，原来那些看似幼稚的斗嘴是你心房层层松动的信号，原来那些没有回应的时刻是你早已默许对方开启跟随的模式，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结局，而是这明明可以单机通关的人生，你却选择与一人绑定双人存档。秋桐，恭喜你荣获偏爱岛双人诚心称号。也许偏爱这场游戏根本不是关于通关，而是在一个个爱情的谜题当中，让2个独立的灵魂越靠越近。谢谢。我拿到了一个双人诚心的称号，我觉得这也是改编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双人成行。
我是跟不同的朋友去玩了，可能玩过几关，还剩下几关，有机会可以跟涛哥继续玩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这个偏爱岛之后的感受。我带了很多问题来到这个岛上。我来到第一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岛上的标志是月亮？而我觉得在这片海滩，在每一个温柔的月光洒下的夜晚，我都找到了答案。我就发现，大家真的就像月光一样，一天接着一天，在温暖着我。就是海浪潮汐从来没有停止，它每一次都拍打在我有一些受伤的内心上。秋姐，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哎呀，我不想这样。真的是所有人的温暖，让我这一片海滩变得更加平整了。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找到了很多漂亮的贝壳，我全部都收藏在我的手心当中，我会一直保存着它，永久的保存它。谢谢大家。太感谢了。怎么我哭你也哭？你追星啊？受不了了，把我剪掉，我需要冷酷无情。真服了。你好，姚千羽。2025年8月9日是你来偏爱岛的第一天，在第一次偏爱竞技场中，你用智慧与勇气赢得了首次约会邀约权。那晚沙滩上的10圈漫步是月光倾听心事的痕迹。你习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之前，却最终站在了告别的风口。姚千羽，你将结束偏爱岛的冒险。反正我们江湖再见，一辈子好朋友。张和月，这个海浪声，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的平静。当自我怀疑蔓延时，公告牌上最后一次机会击中了你。清澈的眼神和带着酒窝的笑容，早已深深刻进岛民们的内心，成为你反岛的助力。你成为了4号房间的常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游戏，最后你们结成了恋爱观察员联盟。你也为了能和他一起出岛约会而拼尽全力，但这一次你明白，人生不总是事事圆满，努力尝试后便不留遗憾。故事临近尾声，但每一次终点亦是新的起点。姚千羽，恭喜你荣获偏爱岛初星称号，正如你永不褪色的初心和随时启程的能力。太会写了，就是能够遇到每一个人身上，我都渐渐的发现有他们特别不一样的闪光点。然后我想说，不要为自己留任何遗憾，如果想做什么事情就勇敢的去做。地球是圆的，有缘分的人永远都会相遇。圆圆的缘分。4号房全体出动。你好，孙硕。2025年8月9日，是你们的人生产生交集的时刻，也在这一天，孙硕这个名字率先响彻在竞技场。
竞技场中胜利的号角由你打响，也由你收尾。在爱情里，你说要慢慢来，一切都是刚刚好。直到有天你发现，你的偏爱不知如何安放。我感觉今天比昨天还要迷茫。我从第1天开始迷茫，到现在第4天了，我还在迷茫。面对迷茫和焦虑，你也努力地在偏爱岛上找到属于孙 MC 的定位。据不完全统计，你曾开办过不少于5次偏爱岛观察室，时刻关注不少于3对 CP 的进展。在那些磕到了的瞬间，你是不是对爱有了更多的认识？可以啊。虽然你的偏爱还没有归宿，但相信偏爱之旅让你不仅收获了友谊，也见证了偏爱岛上的爱情。孙硕，恭喜你荣获偏爱岛观察新称号，祝福你在未来的生活中能一直被好运偏爱。好。子腾也是个感性的人，腾哥也是个感性的人啊。你好，王子腾。初见时一袭洁白无瑕的衬衫，于是少年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就知道有这个。天边一朵像蝴蝶的云，见证了你心跳的悸动。那晚的海风吹得人格外温柔。相爱的人会感谢下雨天，这样就有了一起撑伞的机会。彼此贴近的时刻，你在想什么呢？爱是不擅长吃辣，却能陪他一起吃贵州酸汤。爱是看着站在台上闪闪发光的他，却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彼此。爱是每一次竞技场的合作，只想对他说安全第一。蝴蝶，我什么东西啊？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오랫동안 기다려온 너는 봄이야. 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我们之间真的有点太奇妙了，就是他正在读他的那封信，一只蝴蝶就这样飞过来了。我真的觉得一切就是离谱到像剧本，像拍电影。比如说第一次聊天那个蝴蝶的云，你看到没？那个云它有个蝴蝶的形状。第二次约会，慢慢升起的红月，哇，这有点太浪漫了吧？这个太漂亮了吧！然后我们岛外约会，逛的第一家店就是卖蝴蝶的，居然。天堂凤蝶，对，天堂凤蝶。应该买一个。我们要一个这个，你姐。觉得我这辈子应该很难再去有那么像电影的回忆，我自己想起来，我现在都觉得很奇妙。Cause I'm falling slowly in love with you. 오랫동안 기다려온 너는 봄이야. 可是恋爱这门课怎么这么难？那晚海风吹乱了你们的发丝，也吹乱了你们的心，但这就是最真实的你们。这一场关于爱的课题，你是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跟你讲，超哥，这风吹的也太爽了。王子腾，恭喜你荣获偏爱岛诚心称号，
愿星光洒满你前进的方向，只为你涨潮的月亮终会升起。哎呀，特别开心认识大家每一个人，希望大家在离开偏爱岛之后，都能够每一分每一秒都会很开心。谢谢大家。好。The sun lights the way with a single flame, and all that just goes on my favorite part. I want you to know this. 你好，偏言。偏爱是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过废墟。带着这份对偏爱的期待，2025年8月9日，你踏上了偏爱岛。这一天，你经历了第一次岛上约会，但故事有了新的转折。海边散步的你，偶遇了偏爱岛上形影不离的他。天空飘来一朵蝴蝶形状的云，小心翼翼的你挖出一颗贝壳送给他，海风吹乱头发也掩不住笑意。第3天的偏爱竞技场上，默契投篮投出了你的高光时刻，你开心极了，和他拥有了一次升级约会。红月升起，试探的心跳挨得很近。想跟滑雪去，我们一起去滑雪吧。你眼里期待的光比月光还亮。好。你心底的愿望是跟他一起看看岛外的世界，让2个人在偏爱岛的冒险不留遗憾。然而越是在乎，越是容易失控。你咋了？没咋，本来就没咋，然后你一直问咋了咋了咋了。好。或许是太着急，太在意。那一夜，你们都怀揣心事入眠。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我们2个没有对彼此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了。可能我们俩不适合沟通。拜拜。但误会总有化解的一天。岛外约会的饭桌上，你们互相袒露心声；做手工时，你们100%用心，笨拙但真诚。这一天，你们为彼此戴上手链，这串手链中也串上了心中的期许吗？蝴蝶总会扇动翅膀，甜蜜的感情也会有需要磨合的地方。或许你只是想先把情绪的褶皱抚平，又或许你也在思考这份感情的归属。12天的偏爱岛生活，你有了确定的答案吗？但不管答案是什么，被你偏爱的人一定很幸运。迷糊迷人却闪闪发光，绵延恭喜你荣获偏爱岛迷蝶新称号。其实报告上面除了写我的感情，我还特别想感谢2个人，一个是秋桐，一个是夏夏。然后在这个岛上很开心，唉，我也不知道说啥了，就这样吧，谢谢大家。其实站在上面真的是紧张，说不出话。是。来。喂。
你好，马浩翔。登岛前你说，虽然谈了几次恋爱，但是真的不懂什么是爱情。2025年8月9日，带着对爱情的好奇和疑问，你来到了偏爱岛。这个家伙很懒，除了抽象什么都没有带来。这个家伙也很神秘，每天梦到哪句说哪句。哎呀，摄影老师，我要约会了。你觉得我怎么样？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别人忙着互相了解的时候，你忙着听歌、看海、看书、干饭和玩抽象。你看似被动，其实只是在等一个女孩的出现。等她清楚地看到你胡说八道里汹涌澎湃的真诚，希望把我的生活、把我的思绪都调整得简单一些。我该笑就笑，我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我感觉好像懂了。幸运如你，在偏爱岛遇到了这样一个愿意无限接近你的女孩。他们说他一次性能吃10碗饭。马上快点坐下吧，行吗？别忙到了。是吧？此刻，你扑朔迷离的抽象都变成了具象化的心动。是联欢会里绝不会让对方尴尬的互相支撑，是恋爱修炼班里无条件的相信和赞同，是深夜里为他煮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是一众童年照片里一眼认出他的眼睛，是在沙滩上一笔一画写下他的名字，是明明赢了打赌，还是想亲他的冲动。这个没有啊。是他说我的偏爱就是你时，你害羞的笑了。我的偏爱就是你，我的偏爱就是你。真的啊？哎，打怒了吧？说害羞了给我。你说有一个女孩救赎了我，真的把我拉起来了，在你最爱的大海边，在你最爱的大海边，在自由自在的海风和不断堆叠的海浪里，在离家乡和现实最遥远的偏爱岛上，你是否找到了心中想要的那个关于爱情的答案？You're the only girl in this bar tonight. In this dimly room, I still see you shine. There might be a million people between you and I, but you're the only girl in this bar tonight. Yeah. 马浩翔，恭喜你荣获偏爱岛夜空中最亮的星称号。愿脱下硬壳的你，能用更加灿烂和坦然的笑容，去拥抱最美好的爱情和最广阔的世界。今天早上呢，写了一封告别信送给大家的。今天是我们来到偏爱岛上的最后一天，我想对大家说，命运的交错使我们进入了各自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在这里相识，也在这里结束。我想，人生可能就是马不停蹄的遇见与分别。一生中有无数的人和事会突然闯进我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喜怒哀乐，然后又转身离开。即使我们会觉得不舍，也会坦然接受这一切的离别，因为遗憾本就是人生常态。同时，我也无比庆幸能来到这里，感受到原本不该感受和体验到的一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离开偏爱岛的世界，真的会比现在好吗？相聚于此即是缘分，离开这里便是人生。借用一句电影台词来做最后的道别：
假如我再也见不到你们，祝你早安、午安、晚安。谢谢大家。上高度了。夜空中最亮的星懂不懂？有点东西啊。写名字都说了。嗯。我说写名字的那个事儿都在。您好，张雪飞。因为有你，偏爱岛上多了一抹独特的亮色。你在人群中流转的自信光芒，你在竞技场上果敢出击的耀眼瞬间，每一幕都是偏爱岛为你定格的独家烙印。光彩四射的张雪飞，却在这段偏爱之旅中遇见了那个让你不知该如何是好的男孩。啊，我再说一遍，我本来就很帅 ，OK？ 该嘚瑟的。你又笑啥呢？自个大牙。我不知道。居然还隐藏了一下实力。我很神秘。承认你是太神秘了。但你从未吝啬过对爱的决心。面对离岛组队，你率先牵起他的手。面对出岛机会，你勇敢举手争取；面对属于自己的偏爱难题，你大胆给出了雪飞式解法。我今天晚上打算小马聊，可以？我觉得他太有意思了，我特别想探究一下。可以，我一定要跟他深入聊天的那种。我现在最想发展就是他，每天都为小马投了一票，因为我觉得他长得挺帅的。好在你的主动有了回应，是在沙滩上即使摔倒也努力向你奔跑的身影，是在人群中不自觉相互靠近的脚步，是记住你的只言片语给你准备的那束鲜花。哇哦，哇哦，谢谢。是时刻担心你眼睛酸涩，主动为你滴的眼药水；是下意识给你拎包的举动；是那个害羞的亲吻。这些靠近和藏不住的回应，其实都是属于你们的答案。它们也藏在了偏爱岛属于你们的每一个角落里。张雪飞，恭喜你荣获偏爱岛美女不星称号，真诚与炙热永不过时，愿永远热烈明媚，在爱里肆意生长。感谢在这里遇见了每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大家都有点拘谨，到现在大家都逐步展露了属于自己的光芒。然后我感觉每一次跟每一个人交流，大家都是很真诚的回应我，就是希望我们之后还能够有机会再见，很开心认识大家。好。看去后面这个，遇到了让我美女不星，遇到了让我不知所措的男孩，我看看，遇到了那个让你不知该如何是好的。什么意思啊？我是闯祸机吗？麻烦机吗？我是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没有你的话，哦，我懂你意思了，就是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不可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你好，韦子生。2025年8月9日是你来偏爱岛的第一天，第一次见面，在所有人争顶费里，你唯独望向了他。这份偏爱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长进心里，自此生根发芽。没有香菜的凉拌黄瓜是连味蕾都偏心了一夏。夏天的夏。
夏夜海边那首你原创的《Summertime》，旋律里写满了你难以诉说的情感。滑雪场上，比雪光更耀眼的是你自身教学的耐心。这一切都悄悄藏在那一份下清单。你来偏爱岛，本想寻找一份被偏爱，不再做爱河中的那个独自踏入双脚、害怕受伤的人。然而，你的目光所及，喜怒哀乐皆与他有关。从第1天到12天，你的选择从未改变，坚定不移，无需费力证明。勇敢去爱的你，本身就值得被偏爱。韦子生，恭喜你荣获偏爱岛中夏夜之星称号。好好听。愿你在那个夏夜中种下的梦，终能开花结果。我特别感谢你们所有人给我的温暖，包括 Jerry 都有。我觉得只有通过我们的汗水和泪水，才会创造出我们现在的这种亲情。所以我看着你们每个人的脸，我脑海里其实就2个字：家人。就是家人，然后没想到会在这个偏爱岛上找到家人，然后不管去哪一个城市见到你们任何一位，希望你们都知道我会把你们当家人去看。必须的。不给老外写简单点儿，写英文一个。对啊，好多我不认识的字儿。对，这是什么字儿啊？顶。哦，那我没念错，顶。你好，夏伯言。2025年8月9日，你登陆偏爱岛，开启了这趟旅程。初次登岛，你身袭白裙，最后一个登场，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而内敛的你却稍显局促。但是你想，来到岛上，不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吗？在偏爱岛，你经历了自己的情感萌芽。如果自己按照自己的内心的话，我可能就是想了解你。尽管无疾而终，但也收获了一份珍贵的友情。特别想跟你当朋友，真的是跟你当朋友。所幸你也收获了独属于自己的一份温暖和偏爱。虽然发生了很多无奈的小插曲和小尴尬，但是你选择了用自己的坦诚和真挚去化解，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一切都顺其自然。直到今天，答案本身已不再重要，因为你收获了远比结果更珍贵的宝藏，那就是一份改变自己的勇气。或许找到一个能让你全然敞开心扉的人并非易事，但在这12天的偏爱之旅，你收获了别人对你的偏爱。如何面对这份偏爱，也是属于你的爱情课题。请相信，爱会让一切发生，爱会成为一切。夏伯言，恭喜你获得偏爱岛夏日甜心称号。期待未来的你永远勇敢追光，永远纯粹简单，永远做最真实的自己。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然后我还是一个非常会胡思乱想、胡想连篇的人，但在这个岛上，我有勇敢地迈出很多很多步，勇敢地改变了很多。
我非常开心能跟大家见面，非常开心能有这么多合拍的朋友们。你好，王宇博，登陆偏爱岛，你自信满满，带着恋爱36计闪亮登场，没败过。偏爱之旅第2天，你一举赢下约会权，以为稳操胜券，谁曾想，在和他的约会中，你引以为傲的所有技巧都惨遭失灵。短暂掉线的低谷里，你终于成功破译终极密码，真诚才是让他心动的唯一技巧。带着这份顿悟，你重登偏爱岛，这一次没有套路，不设战术，目标纯粹，只有100%的真诚。那首死了都要爱，是你响彻偏爱岛的直球告白书。直接开启全开麦真男人折磨听众的震撼模式，没有技巧，全是感情，不躲高音，脚趾发力，撕心裂肺，开心万岁，主打一个唱功不够，勇气来凑。王宇博，恭喜你，凭实力和脚趾的洪荒之力，荣获偏爱岛离了你谁还逗我开心称号。我错了，宝宝。我可以完全的说，我没有任何的遗憾了，很开心认识大家。终于到我了，刚刚。你好，孔曦晨。2025年8月9日，你成为了偏爱岛的第1位岛民。阳光元气的你，为小岛刷上第1抹亮色，不让花落地，是你温柔的承诺。你明媚的笑，是给每位登岛者的见面礼。从此，偏爱岛上跳跃着你活力的身影。只是偏爱岛的天空并非永远晴朗。Didn't know that I'd fall so hard. Then my feet left the ground. Gravity don't make no sense when you're around. I come up against myself. 少女的电量也并非超常需要，生存与爱情的博弈里，每晚升起的偏爱之月，默默收容着你无尽的迷茫。其实蛮难的，或许比寻找爱情更重要的是友情与自我的野蛮生长，这才是偏爱之旅的终章。I slip and wonder what I'd do if you never found me and I never found you. I don't know what I'd do. 孔曦晨，恭喜你荣获偏爱岛流星称号。你如流星划过小岛夜空，刹那璀璨光芒万丈。相信迷茫的流星终会找到专属的偏爱轨迹。然后我也很谢谢每一个工作人员，还有在岛上的大家，让我又破茧成蝶，然后实现了一次新的自我成长。谢谢大家，真的很开心认识你们。希望我的成长不仅仅只是在偏爱岛，在岛外也要一样。未来想要成为一个自信、开朗、阳光大方、漂亮、有钱的女人。你好，张天禄。你曾说偏爱是互相坚定的选择，
作为最后一位踏上偏爱岛的岛民，还记得8月12日初见那天的场景吗？虽然阅历沉淀出你谈笑风生的从容，但紧张不适的复杂情绪还是找了上来。直到有人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你的世界，它也成为你探索这座岛屿的重要理由。后来经历了离岛又返岛的辗转，穿上竞技服却无人并肩的孤独，发出的信号也渐渐在风中消散。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叫我唱歌吗？没问题，我会很多首。好，可以。你的偏爱岛故事写满起起落落的篇章。到底几个落？极其理性的你，却总在做着最感性的事儿。你说，时间太短，我不想让自己后悔。于是在一个海风呼啸的夜晚，你鼓起勇气发出单聊邀约。我想找你单独了。我也想跟你去做一些这个了解。比起被拒绝的尴尬，或许你更怕萌芽的心意就此埋没。张天禄，恭喜你获得偏爱岛孤勇星的称号。愿这份孤勇伴随着你继续前进。偏爱岛的故事即将靠岸，相信属于你的缘分正在不远处温柔起航。很感谢与各位相遇，很高兴遇见你们。我觉得就4个字吧，感谢遇见。我爱偏爱岛上的每一个人，然后来这里真的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做过最不后悔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我们都会去看更高的山，去遇见更好的人，因为我们都值得。就感受到了大家的真诚，然后也是真的融入到这个岛里，就是把大家当好朋友，甚至是家人。我希望岛上的所有嘉宾们、朋友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简简单单。对，请所有岛民尽快集合，用2亿像素超大底主摄的3星 Fold 7留下你们在偏爱岛上的最后一张合影。3、2、1。最后一天了，硕哥，你帮我最后再纪念一下呗。你来这边，今天天气还挺好的。我用2亿像素给你拍，这个位置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来吧，来，我看看啊，找一个好看的角度，好看，换个姿势，再一个，啊，绝了，出片了，我看看了，你看一眼，哇，这拍的细节真好，对不对？像素也很高，哎，但是这有一块木头呀，这怎么办？没事，它这个自带一键消除功能。我们点击这个可以圈住你想要消除的东西，它会自动锁定到这些木头上面，然后点击这个橡皮擦，它就可以消除了。然后我们点生成，我们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哇塞，真的没有了，而且它可以显示这个原图做对比，是不是很自然？是啊，完全看不出来，太完美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拍拍吧。可以啊。为什么要把我的跟你的挂在一起啊？真是的。是神人面，太像了。这是 Jerry 的，这不是搞笑啊这。哎，你知道你刚刚在那发言的时候，发着言呢，一只蝴蝶飞过来了。对，真的。哦。一个蜻蜓落在星星上，然后蝴蝶飞过来。啊！我的天哪！什么叫缘分？这个岛上真的发生了好多难以置信的事情。第一天你坐哪来着？第一天我坐在这儿，我记得。嗨，大家好。当时坐的是这一排。我是。应该是这儿。然后我是这边。Hello， 慧慧。你好，我叫慧慧。你好，潘子，小潘都行。差不多。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傻傻的站在你对面。
C 位，文总。我坐这儿吧，我搂右脸。哎呀，随便坐吧，那就。第一天来这的时候就见到灰灰就是这个发型，你就坐在这儿。嗨，我叫素素，我的 MBTI 是什么 ENFP。时间也过得太快了，眼睛唰一下就过10了，好突然啊！亲爱的岛民，当回到初见的地方，你是否还记得最初的悸动和惊艳？12天的朝夕相处，从陌生到熟悉，你心中的答案是否已经明朗？那份藏不住的偏爱，是否已经找到了专属的港湾？若你心中已有答案，请如初见一般，在象限展区选择你最心动的偏爱大片，并按下点赞按钮。请注意，按下点赞按钮就意味着你向对方发出了告白邀约。现在请段丹辉前往象限展区。我很快啊，目标很明确，我很快啊，没白磕。我要快一点。跑起来！哎，他跑过去的。哇，不敢看了。我与我的偏爱终极表白邀约。不犹豫啊！我当时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定的选择了。回到第一天，我选你。可以了。灰灰好勇敢。勇敢吧？跑过去摁了，直接回了。他现在回了。我都不敢看。你看嘛，他回来了已经，你看不见了。请潘萧逸前往象限展区。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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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双向奔赴，哎，这好热血呀！坚持最开始的初心，快速的跑向他，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好的。Thought I could trust you, but I was wrong. Thought that I loved you, you broke my heart. Now I am all. 你别，他有点望眼欲穿的那种感觉。他走到别的颜色里面了，我就离岛了，保不住了。他就绿色了，就绿色了，我走不动的呀，走那样的就。又去红的了。雪飞看挺久啊，雪飞不知道选谁了，雪飞迷茫了，雪飞迷茫了。哎，蓝色象限。想清楚了吗？想不清楚了。这我觉得是最后一次在岛上，你把你的心意表达给他。小蒲，你怎么说？再说吧。你怎么选？还没来过这样的。很快吧？哎，我很难啊。
阴天之后总有虚明的晴空。如果我们小马儿认真的在写。一个人在房间来回踱步，在紧张啊，担心会有落差感，因为这个落差感影响到我情绪。我其实只在想，我要把什么话告诉他，而且我要把握我的度。千羽，快点哦，走。睡着了，刚才做梦了都。吹一吹，吹一吹。得带着东西去啊？那我得带着我给你画的大饼了。你还有饼呢？给你画的大饼。哦，好漂亮！而且手机还能看到那个位置，这个真的很好。看这个氛围感。我们的岛上最后的一段时光什么时候开启啊？全体岛民请注意，藏在心底的偏爱，总要亲口告诉他，才算不留遗憾。接下来进入偏爱终极告白时刻，请潘萧逸前往偏爱之月。走了，加油！你咋？你紧张啊？你抓我啊？紧张？有啥紧张的？我万一不同意是吧？走了，加油加油！一会儿我感觉，其实我也还在纠结。纠结啥？为啥？因为我的性格，我不太能通过这10天就跟这个人确定恋爱关系，只是说你跟这个人在一块很开心，你想跟他在一块，后面事情都不知道呢。你还挺谨慎的，先住着呗，先住着呗，等到倒下才能看能不能在一起。你拿着吧，蛋姐。亲爱的岛民，这12天充满浪漫的偏爱之旅中，恭喜你找到了心仪的他，一同走完了这段专属旅程。此刻只差最后一步，大胆释放爱意，才能让这份偏爱画上圆满的句点。请再次确认心意。若你坚信它就是那份独一无二的偏爱，就请将你的月光石放入盒中，带着这份承载心意的盒子前往偏爱之月，完成最终告白。拿走了。投票之旅，1个票。今天晚上不用读牌子，今天挺好，挺浪漫啊，越弄我一紧张。放好了，蛋姐。我能走走，我有点紧张。以前来这不紧张，现在紧张了。请段丹辉前往偏爱之月。完蛋，我有点紧张了。紧张。偏爱终极告白时刻。我很喜欢你。你成为更好的大人吧。希望我的出现可以让你感受到被偏爱。偏爱就是照耀我的你。我真的心动了。你看，给你画了个小爱心。唯一的心愿就是用更多时间去了解你。这个就是在岛上我们俩最好的结局。吻够一个。在一起了吗？偏爱岛即将关闭。真的好舍不得。我们就录那种青春遗憾的。希望大家天天开心。再见深圳，等我北京。
请段丹辉前往约会区。请段丹辉前往偏爱之月。完蛋，我有点紧张了。加油！加油！我去了，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紧张。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丹姐，能行不？丹姐。潘萧逸向你发起了表白邀约，你可以跟随自己心意决定是否前往偏爱之月奔赴这场告白之约。如果有意接受他的表白，带上你的专属月光石；反之，则不需要带上月光石。我把月亮踢飞了。挺期待，但又觉得又有点害怕。我感觉如果通过10天我就能确定一个人的话，那太不像我的风格了，不可能的事儿。你给我的一些态度啊，表明就是可能会需要很多时间。在岛上其实也就10天，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只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是这样，离开了这个环境可能就不会这样了。你紧张吗？我不紧张。那不挺好的？我已经想好了。你想好了？因为我知道灰灰是个很慢的人，那我肯定也要跟着他节奏来。但是如果在晚上没得到对方的答复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有点失落。好久不见。说实话，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团长，你猜里面有没有？我不知道。接下来是老哥，先交换吗？蛋姐，待你不薄，帮我多说点好话。咱偷偷录完之后装进去，我们俩要保密，等到最后结束再送给对方。要先听这个吗？哎，等一下，先听你这个，我先听你这个。听你这个，先听你这个。哎。灰灰，能听出我是谁吗？好小啊，这声。这几天在岛上和你相处下来，我觉得特开心，特别酷。然后关于我俩，其实我挺感谢你的，因为你的坚定的想法一直在感染着我。我都听不到。这也会让我更加坚定内心的想法，也更加主动的向你迈步。你咋在这儿？老师找我了一下。回老师，还行不？这一趟走的。短短。来了，我们在玩游戏呀。又睡着了。还在听。话有点多啊，别嫌我话痨啊。还有日常生活中你也老管我，说我聒噪，还说我要绅士一点，别老毛手毛脚的，我也挺喜欢。因为我有时候就想管一下你，你知道吗？潘小艺，哎，我是你姐姐，不应该改变，懂吗？你要坚持做你自己。他怎么会让你这样？我操！你老说我供用你，我供用啥？我只是喜欢在你旁边，然后当时你还冷脸说，天天在我周边雇佣来雇佣去，雇佣来雇佣去。马杀鸡，那我都要找你。
找干啥？离不开我了，天天找我。你又来了。你又烦我了。没烦你。但其实最后你哄我一下，我马上就好了，有点没出息啊。然后还是特别喜欢这种状态的。你在恋爱中啊，你也很细心，能关注到很多细节。没了吧？还有。好了，最后我会坚持游到海水慢慢变蓝，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因为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我很喜欢你，特别喜欢，有一点太喜欢了。因为我知道你可能需要慢慢来，需要时间，但我现在可能会最期待你能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让我接受这个时间的考验。听完了。听完了，有点长，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么长。那我听啊。你听。好。Hello， 潘潘，今天是在偏爱岛的最后一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每次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我还是会第一反应想起初次见面的画面。你好。啊，你好。小潘。来到这里之前，我对这里的一切未知都充满好奇。我设想过这里会发生很多故事，遇见很多人，但是我没有想到过会遇见你，一个有时候话很多，但是又很细心、很擅长发现他人情绪的你。我们的相处虽然很短暂，但是也非常开心。让我以后只要想起这个夏天，就能立马想到你。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慢下来，继续好好接触，继续探索对方未知的一面，一起不留遗憾，做为爱冲锋的战士，一起成为更好的大人吧，了解了，跟我猜的差不多。然后这个也是给你的。给我的。我看看。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DIY。我要开始准备布置这个照片了，好漂亮！总会被一些爱情所打动啊！哪儿整这些照片？他把所有你们的照片都洗上了。我拍了很多他的照片，偷偷。哇，这是昨天晚上写的。对啊，昨天弄到5点钟。啊，你回来还没睡呢？因为今天我得贴照片，我昨天必须得把这个画给搞完，这都是我写上去的。可以啊。我头发那么圆。这么多。走你走过的。游到海水变蓝。我们是黄队。对。好热。那边会凉一点啊。就在厨房刚聊天。两人聊。你觉得好吗？你觉得第一印象觉得好吗？这会儿是玩那个纸条游戏。哪个时刻最开心？第一次主动找你聊天的时候。双人组队成功。晚会。一次岛外约会。主要还人好看。这个不告诉你。辣椒炒肉要怎么调，老师？这舞会，我倒是就在外面偷听。
这是挺有趣的小女孩。记录一下。3、2、1，都低下来。我当时其实挺震惊，没想到是那么丰富。从小就这么会凹造型，每天基本上都有记录，还有他自己的小话语。而那会儿可能看照片就有点感性了。哎，搞一个，搞过来，扮个鬼脸啊！放肆！边给自己画一个爱心。以后只要想起这个夏天，就能立马想到你。哎呀妈！请问潘萧逸，你偏爱的他，是因为偏爱岛的氛围，还是因为遇见了对的人？潘萧逸回答：我觉得我偏爱的他，是因为遇见了对的人，遇见了对的人。记得不？水平，这是我们当时坐在游戏桌上互动，然后你拿笔在上面画，你首先写了我的名字，然后在下面写了你自己名字。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们2个人一起 DIY 一起合作一个东西。那天走的时候就特别想保存下来。为什么想做这个呢？你跟我说你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不管骂我还是好奇我或者是什么的话，我觉得句句有回应很重要。在我没陪伴你的每个晚上，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然后折成了不同的颜色。我觉得你回去之后再拆开，或者现在拆开一个都行，随便抽一个。就这11天，回去拆，回去拆。我不知道他后面居然拿走了，他把那个空瓶子里边塞了纸条。他说他从第1天到今天，岛上每一天的心情他都补上了，之后放在那个瓶子里给我。其实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做，就是觉得还挺细腻，就有一种特别单纯、很纯粹的那种小美好的感觉。就是其实在这个语音里和这个礼物里，其实就是这几天岛上的概括。但其实我也有另外的话，就是在这10几天找到真爱，我是不太相信这个恋情的，但是我会相信你。所以我想当一回为爱冲锋的勇士，然后也希望你能够给我这个机会，不管是慢慢来还是什么，我会坚持到海水变蓝，我会坚持到海水变蓝。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其他的嘉宾相比较，我们俩的年纪可能偏小一点，所以可能我们对于爱情的理解还完全可能不太成熟。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希望我们岛下可以再好好的慢下来的好好接触。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跟他表白完了以后，他给我的信息反馈，我说哦，那应该是没有。你觉得呢？因为其实也预料到了嘛。理解你，你是一个会慢慢来的人，所以可能不会，可能更需要倒下的时间去慢慢磨合。但是现在想清楚了，只要我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了，我就不会遗憾，然后我也不应该紧张。好了，走吧。今天晚上结局是我能想到的，但也挺满意的，但肯定不是最好的结局嘛。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去迎来最好的结局也不迟。
走吧。这个你猜里面有吗？没有。不是。不是。我肯定会放呀。哦。不是。你没有想到？老吓我，老骗我。怎么了？你别哭啊！没有，我想不到你会放。我肯定会放的。他突然说要不要打开盒子呀？一打开，一个粉色的，然后当然被他放了上去。我说哦，怎么又有了？就一下子情绪波动大了，然后一下没忍住。我在走那条路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前面的10几天，我每天走这条路，虽然我有的时候是心情比较紧张、比较不确定，也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心里其实想的都是一个人。我当时一下就觉得这颗月光是必须要就是给出去。这么厉害，这么酷，厉害！你别哭。我不哭。哎。走吧。我当时想着，哎，我不能哭啊，他都没哭，就尽力憋着。我说我没哭。哎。走吧。我都没哭。走吧。你还这样子拉我？可以不？可以，我这样拉你。可以。可以。走了，好地方。但是你猜到我不会放那个，那你为什么还选择？为什么不选择？我喜欢我就要选择，管我。你应该去选红色象限了，我觉得你现在。人对了吗？人对了吗？啊，好的，是不？好的。应该是在一起了，这俩笑话。这么幸福呢？在一起了吗？别问，开心重要。小孩的事大人少管。小孩的事大人少管。我看看，好流行。刚过去给我紧张死了。走了。你要拿着 BGM 进去。我就是个自带 BGM 的男人啊！加油，小马老师。有点难过，要离开大海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我对张雪飞产生了很强烈的好感，很浓厚的感情。那无论这个结局它是怎么样的，在此时此刻，我认为我为我自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请张雪飞前往偏爱之月。加油加油！哇！亲爱的张雪飞，马浩翔向你发起了表白邀约，你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意决定是否前往偏爱之月，奔赴这场告白之约。内心有过一丝的犹豫吗？没有，我肯定会拿。我看到他邀请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也拿了。我在想，待会儿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去面对他，是坐着还是站着？
我在想怎么才能把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表达给他。他能明白我在顾虑什么，他也能看懂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和我真的很像。然后我看到叔叔来了，我就啥也不想，我就光笑了。好艰难啊，走过来太远了。把它放下吧。嗯。我帅不帅今天？帅。帅。嗯。今天因为有很多想和雪飞分享的，但是我想把它说的有水平一点嘛，所以我就没有临场发挥，我决定用手稿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写的工整一点，漂亮一点。出冰冷女主张雪飞女士，我想对你说，我很幸运，在原本认为不会与任何人产生情感交集的偏爱岛上，遇到了你，并与你产生了链接。当我一点一点探索你的同时，其实我也在探索我自己。我总习惯地给自己设计一些很完美的剧本去执行它，按照预言的每一步去实现它。我的生活，我的人生，我做的每一个选择皆是如此。一直以来，我都将自己锁在阴暗的房间里，如果照进来一点光，我也只敢小心翼翼地触碰它。现实中，我也早已失去对感情的依赖，也不会对任何关系抱有期盼。18个小时前，我坐在海边，看着海浪一层一层的朝我涌来。我把海浪看作自我设计的人生剧本。总是一遍一遍地扑向我的脑海里，就像一双无形的手，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拉回大海。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那天你拉我手的画面。我的世界里也因此照进了一束光，将我从阴暗的、冰冷的心房里拉了出来。我似乎也明白了心中所追寻的答案。或许人生没有任何脚本可言，走的每一步也没有对错之分。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人生能留给我们的时间也所剩无几。我不知道离开这里是否还能感受到纯粹真挚的感情，是否还能出现在我们各自的人生线中。所以最后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当我看到了自己，我想我找到了偏爱的答案，找到了偏爱的答案。
偏爱就是照耀我的你，照耀我的你。It was like at first sight, my future 可以吧？ in your eyes. I love you now, and I love you more. Every day that I got to be yours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在听到谢谢你3个字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以为他要给我发好人牌了。他的重点可能是在最后一句，就是说原来我的存在对他是很有触动的，感受到了阳光，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Spin you around the kitchen, cross the floor. Leave the dirty dishes on. 你来之前我想了很多，但是我看到你手上楼梯的时候，想的东西全忘了，光笑了。我说完了。你的长篇大论要开始了啊，好长，没有你文笔好啊。因为那封信写了3次，第一次是在前天晚上，在后面就是又心情有改变，所以我就又重新写了。然后在写最新的这一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想说的话很多，有好多话想说，但一时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我是个很难心动的人，也很难迈出主动的第一步。其实，在来岛的前几天都没有人发现我在对你主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在发送信号，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收到了，收到了。坐，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你觉得我们这些男生里面谁最帅？你猜呢？你觉得我会觉得谁最帅？给。我有。有你还接？有也接呀，你给的我就接。哎，我的3星掉出来了，不好意思啊。原来你也在用3星啊？好巧啊，好巧啊！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手机？你也是3星，你是3星什么？我就喜欢看你红温的样子。给我说害羞了。在我说出跟你聊一下的时候，我好像用完了所有的勇气。百转千回的内心，风轻云淡的外表，但我的内心声音实在太大了，真的很想了解你呢，对你有很多好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跟灰灰很晚去食堂，然后路上遇到了你跟 CC， 然后你说要陪我们去吃饭。你们要吃饭了是吧？好，我再陪你吃一会儿。太好了。当时我就是震惊又开心，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细细回想这几天，心动的痕迹好像挺明显的。想起你的时候，我的嘴角就下不来。昨晚回来的车上，靠着你的时候也是这样。不得不承认，确实心动了啊。你问我老笑什么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很开心啊。我们四目相对，目光交集的时候，我想走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里有你保护自己的壳，里面有个小男孩，很伤心，没有安全感。虽然我不知道你都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很想抱一抱这个小男孩，告诉他，在我面前你可以不用让自己这么累，不想笑的时候就不笑。你现在有我在了，我想了解你的脆弱。你今天问大家，岛外的生活真的更好吗？我想岛外的生活除了心动，还有太多现实因素。我想我们都在考虑，也因此而难过。之前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认真和你度过岛上的日子就足够开心，留下回忆就足够了。但现在我好像变得更贪心了。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널 알아볼 수 있을 것 같아. 有了很多想跟你一起去的地方，想一起吃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知道此刻的喜欢是真实的。
我始终认为每个人的出现都是一堂课，都是有意义的。你的出现让我心动，让我勇敢，也让我更了解了自己一点。希望我的出现可以让你感受到被偏爱，带给你治愈。最后想说，如果你愿意，我想陪你一起待在壳子里，也想和你一起走出去看世界。来了，冷不冷？不冷啊。素素，原来他从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跟我在主动的去讲话，让我一个从来不相信爱情的人，从来都是被动的人，变得主动了起来，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结果了。这短短的10几天来，很神奇。我们两个不太相信短时间内有火花的人，居然在短时间内真的有火花了。感动吗？不感动。感动啊！那么多摄像头对着我都不好意思哭，我都。确认心意啊，还是粉色的。确认心意，给你投上一票。然后就可以结婚了，然后就可以结婚了。哈哈哈哈。我想我找到了偏爱的答案，照耀我的你。虽然谈过几次恋爱，但是我真的不懂爱情是什么。感情它能带来的能量，远不如其他的事物能带给我能量。是风吹着它动了，还是它自己？你在动。他说是你们的心在动。你今天真的很不一样，特别可爱，特别帅。哇哦，会做饭的男人好帅呀！用心。我看了一圈，没什么好吃的，也没什么好玩的，就这左右。火花也没了，我感觉这个雨越来越大了。好吧，好吧。给你添加一个帅。谢谢师傅。因为看到你摔倒了之后，我就想把你拉起来，像那种救赎。特别喜欢小马哥，给你说师傅。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化学反应骗不了人，我感受过动心。我靠着你太心动了，我能睡着了吗？我比以前更加主动的想要去了解这个人，这是真实的情感。你这个字我看了也是超绝小学生字嘛，小小的歪七扭八的，你看。我觉得我比你字强一点吧。我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次了。真的啊？嗯，我们就交换信封吧，留着吧，回去我再看。可以啊。你是不是今天偷偷看我了？哦，你说我投那个的时候？没有啊，在下面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看你了，在那儿选的时候。签一下，签一下。刚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啥话？真的很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其实这句话我本来也想说，然后用了很多话来说这一句话，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天哪！明天结婚了，明天结婚了。太甜了。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海了，再看看。我把海带走吧。怎么带走了？你就是海啊。可以啊，你这是马式情话。有没有心动？你说的话我就心动。真的？对呀。
你想去哪儿吗？去有你在的地方。可以啊，就说这种话，然后里面写谢谢我。谢谢你让我看到真正的我们啊。那我还挺有用啊。觉得我写的可感人了。我要是有一个人这么给我写，我肯定很感动。轻薄旗舰，一秒沦陷。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冠名播出。本节目由2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L APP 赞助播出。不开心就上SOL，上SOL秒开心。哎，涛哥出发了，涛哥，加油！涛哥跟上战场勇士一样的，你看。亲爱的秋桐，郭振涛向你发起了表白邀约，你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意决定是否前往偏爱之月，奔赴这场告白之约。Hello， 嗨，这拿的什么东西？拿着大饼，拿着给你的大饼来了。我这个手机，你要不先帮我揣兜里吧？你这样，把它放这儿。你帮我把这个也揣一下，好，可以吧？可以。你不会也写信了吧？哦，我没写，但我没拿。哦，真的？好吧。10多天来说，不管对于他对我来说，都还稍微有点快了。如果我拿个月光石过去，他看到了，他肯定会有压力。涛晚上不表白啊？表白压力挺大，对他压力也挺大，没必要吧？感觉算了吧。想清楚了吗？想不清楚了。他可以不一定是要表白，可以说一些话，你想清楚了吗？说实话吧，说实话。确实，我是个很慢热的人，在这个岛上也确实加快了我的进度。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对2个人都更加负责。感情这个事情肯定也是要慢慢来的，我们相互之间的接触还相对比较少，拿月光石去表达自己的心意，会给我们都造成一些压力，所以他和我都觉得选择一个轻松的方式会更好一些。来吧，我先讲2句。啊，你说吧。别给你讲哭了。秋秋，第一次这么叫你，感觉又亲切又奇怪。想这么叫你，可能是意味着我真的心动了。那首先呢，我想说，当下不是表白，而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此刻的一些感受。所以说，希望你不要有任何负担和压力。首先呢，我想先回顾下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那第一次心动呢，是从第2天你疯狂叫我名字开始。对不起，我要罚抄你的名字100遍。在沙滩上写吧。行。我想这个女生有点意思，有点莫名其妙，有点神经大条。那么第2次呢，就是第3天约会，拍照的时候呢，又莫名其妙的开始跳舞，然后就又一次吸引了我。自此以后，我俩的相处模式可能就是你怼我，然后我暗爽。你是不吃早餐啊？我爱吃早餐。哦，对，真服了。牛啊，这人能吃早饭啊！明白了，厉害厉害。没事，我会记住这个第一次吃饭让我跟他 AA 的男人的。下头。原来你是追女团的，厉害吧？没想到啊，涛哥，没有。我现在越来越怀疑你应该是彭于晏了。啊，我是让化妆老师按他画的。真不容易，难为你了。那么最近一次心动呢，可能就是说昨天出岛约会。昨天我看到了童真的你，
可爱的你，还有真诚的你。这些天的点点滴滴都已经刻在我的脑子里了。那么今天就回忆到这儿。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岛上最后一天，我希望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来日方长，我们来日方长。那么为什么没有拿东西？因为拿东西代表着要在一起吗？因为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我也不想给你太大压力，所以说就没拿嘛，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接触。他给我写这封信，我心里还是很触动的。他的笔触也让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细腻。涛哥没有拿上他的月光石，更多的可能感情这个事情肯定也是要慢慢来的。你太善解人意了。那我要不要给你看一下我写的？但是我其实是想让你来读的。早说呀，早说咱换着读啊。Dear 涛，很高兴认识你。本身想亲口诉说，但看到今天下午在面对文字时控制不住情绪的你，我便再次心生邪念，高低要挑战一下你的泪点，我真服了。看看能不能把黑皮猛男外壳里的那个鹰鹰罐再次召唤。爱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在这个岛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或许是那个我叫不出你的名字，因为内疚而反复念叨的下午。或许是那个我不经意间穿着077的球衣吃饭闲聊的夜晚，让你在这个没有通讯设备、不知客观因素的小岛注意到了我。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那个我昏睡的黄昏，你发来了拼好饭邀约。在阴冷的下雨天，你送来了感冒灵。在我另外一个昏睡的中午，帮我打包了午饭，来了个 room service。这些关心我都看在眼里，谢谢了。在这些举动中，我感受到了你是个贴心大男孩，或许是不善言辞，但行为温暖。这些温暖的瞬间堆积起来，让我感受到你是个好人，好人，好人法，好人。但真正触动我的瞬间是昨天我们在岛外玩耍无意闲聊时你说的那句话。有的时候朋友叫你出去喝酒什么的。假如说真的有人叫我，难免有女生。我跟对象一起去啊，一般。那个不是异地吗？哦。我问你为什么不常出门和兄弟们小酌，你说当时和前女友谈异地恋，因为喝酒的场合中难免会有别的异性，所以索性就不去了。在那个瞬间，我内心是非常的复杂，有感动，有不好的回忆被勾起，甚至还有一丝妒忌。在我以往的感情中，总是被提醒要宽容和理解，不要作。我对待感情的底线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降低了。而在那一刻，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被遮蔽的自我，看见了那个曾经相信爱情、对感情充满期待的小女孩。我的心已是旷野的鸟，但在那一刻兜兜转转飞回了曾经熟悉的一片天空。谢谢涛，今天是岛上最后一天，在这里正式的告别吧，正式的告别吧。哦，好吧。再见岛上内敛涛，再见岛上看似大大咧咧但内心有些小脆弱的涛，再见这段特别的回忆。出了岛咱就各奔东西吧。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掉下鳄鱼的眼泪？哈哈哈。很高兴认识你，我是秋龙，希望出岛后有时间再和你拼好饭。后面那段开玩笑看出来了吗？没看出来，差点哭了呢。差点哭了。然后呢，看见拼好饭又开心了。还行吧。还行吗？常联系。我对他感觉挺好的，也想跟他在出岛之后继续，可能有机会继续相处吧。涛哥呢，在爱情上也给我了一些新的惊喜，因为我自己可能爱情的期待是被磨灭了的。在这个不算太长的接触时间里，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深聊。那就只能下了节目之后再聊啦。
I'm staring at the rest of my life. I'm a mess inside. Cause we've come so far and after all this. 给我看看你的字吧。有一说一，写的真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字是不是像小学生？还挺可爱的，是吧？可以，我也回去练练。练练吧，照着练。好。哎，那我要是拿了怎么办？拿了。你跪地求饶。拿了怎么办？拿了我给你道歉，拿了我给你哭一个。为啥？拿了对不起你。没有的事儿啊，桃子。所以你看我那个信最后是不是吓坏了？各奔东西了。就算你说各奔东西，也意料之中吧。哦，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好好说人话。我冷酷无情呗。是啊。鳄鱼的眼泪，笑死！是不是鳄鱼的眼泪？你看你也没滴下来啊，看来我的文笔还是不太行啊。一点都不真诚。又不真诚了？又不真诚。那你还给我。不还了。你还给我。不还了。小马在宿舍里，我先进去缓一缓，太热了。你俩给房码了吗？没给啊。都没给啊？都没给。哎，这是什么意思？彤啊，我呀。哦，当时乍一看，我看个头，你吓我一跳。你看这部分都给你了，这戏码。那我当时应该哭出来是吧？对呀，你高低流一下鳄鱼的眼泪嘛，是不是？你看，给你画了个小爱心。什么意思？知道。什么意思？好看，行吗？好吧。我呀，加油！哎呦，我的天哪 ！Finally。J grooves on the track. I think it was destiny, the way we met out at sea. I think it was destiny. I had just got into town that day, had no idea you'd come my way. I came to the beach just to clear. Hey, hey. 亲爱的蒲妍妍，在12天充满浪漫和悸动的偏爱之旅中，王子腾向你发起了表白邀约。月光石放在那个盒子里的时候，我在想，要不然就赌一把，冲动一下。Hello。昨天通过中午饭和晚上饭，其实聊的已经很明确了，他也能懂我的意思了，我也懂他的意思了。我还是要再说一段话，我觉得算是给我们俩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吧。我应该站在哪里？
我应该站在哪里？好奇怪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有些话我觉得其实昨天前天我俩已经说了很多了，你也懂我的意思，我也懂你的意思，但是其实我还有一点话想和你说。啊，那我就念我今儿写的。想对蒲妍妍说的一段话。和你在偏爱岛上的每一天，都能够让我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每一天我都超级开心，超级享受。只不过，我觉得在爱的解读上面，我们可能出现了些许偏差了。爱情在我看来，就是莫言老师说的那句话：接近一个人的时候要走慢一点，以免看不清楚。人生尔尔，先有不甘，再有心安。很感谢你，蒲妍妍，也很感谢偏爱岛。这段经历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更加明确了爱情在自己心中的定义。最后就是蒲妍妍，不管未来如何，就像是在第一天我会问你的那个问题，我都希望你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开心幸福。就是你今儿开心，你今儿开心，只会在乎你每人开心还是不开心。太开心了，太开心啦！开心吗？一半一半。你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开心幸福，你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开心幸福。说完了。我还要补充一句，我觉得可能你说的是对的吧，可能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瞬间就够了，可能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瞬间就够了。我没写，但是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想了很多，然后其实我内心也挣扎了蛮久的，然后我这2天想了很多，我觉得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多我自己没有看到的我的地方，还有我的一些不足。对于这个岛上10多天来说，了解可能不够。比如说遇到什么问题，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明明可以好好说，或者能把它解决完，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所以不管以后咋样吧。很开心认识你，很开心认识你，很开心认识你。有过那些瞬间就够了。像我昨天说的，可以记一辈子的，它也是变相的永恒。要不我们抱一下，要不我们抱一下。
有一些瞬间就够了。有过那些瞬间就够了。你看到没？那个云它有个蝴蝶的形状。就是我这样选你。事情会朝目标发展。刚吃西瓜。你又在埋我！不要这样看我，我容易绷不住。打起来过。就好像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听懂你要打懂了。我懂。我只是不喜欢别人不听我说话。你觉得坏掉雨伞还可以修好吗？可以，但是坏掉的感情不可以。但是在昨天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我可能真的要谈恋爱了。有过那些瞬间就够了。好，那我们就走吧。不打开吧。You couldn't say needed someone new. You actually thought deep inside I knew. Can you tell me, how can you say why this should suffice?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岛上我们俩最好的结局。你要永远记住这个地方，你要永远记住这个地方。谁来了？我的手被埋着。你明明知道我有飘舞。那我就应该跟你一块跑下来，永远记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记得，心情好了很多人。Falling down so heavy, this heart laying down on the ground, faint glimmer. 没有回来了，但他们分着走了，回来了啊！哇，离这么远啊！ Someone tell me how to feel, and someone tell me what is real, and someone tell me how to feel. 分开走了，唉，猜到了。我离这么远。 哇塞，我的晚气压这么低呀！哎呀，太难了。你 OK 吗？ So heavy, this heart laid down on the ground. 我回来了。太确定了。
哈哈。我挺意外的，我没想到是我们3个人就是同时的去聊，我以为是一个一个的，这样就是那种压力性会更强一点。Hello， 哎，有意思哦。我在哪？站这儿。我没有拿盒子。你没拿盒？对。最后我也没有拿那个砝码嘛，也不想给夏夏过多的压力，不留遗憾，就是想把自己最后的话说出来。那只有2个可能性了，就看他怎么选了。走啦。香喷喷的小花。Hello。久等了。你们是不是也等很久了？嗯，还行。我应该站在哪儿啊？你要站这儿。对，站这个月亮这个。哦。3个人的话，也有可能会这个场面没有那么的拘谨，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更加的敞开心扉，然后说一些都能接受的话。好玩哈，好玩。紧张吗？还好，还好，不跟你聊尬的。嗯。那我先来。嘿，其实我并没有带砝码，因为我希望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就像咱俩前2天聊天一样。站到这，其实就想跟你说，我这次回来当时说的那些宣言，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做。这当时想的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你真正能投给我一票，我当时就已经很满意了。今天也是岛上的最后一天，但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它又是新的一天。如果缘分好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接触，继续相处。然后最后，我又准备了我的一个小纪念品吧。对，其实它是一个小的贝壳。啊。对，然后我来之前的时候我就说，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确实就想自己在海边找一个我觉得最漂亮的贝壳，然后送给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人，然后这个贝壳我在后面写了你的名字夏，就是我是用蓝色的笔写的。哦。刚来的时候第1天你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然后大家都知道你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然后但是我记得你第2天你穿了一个蓝色的裙子。然后刚好我第2天也穿了一套蓝色的衣服，所以说我用蓝色的字写了你的名字。我觉得就是稍微留一个纪念吧，送给你。谢谢。哇，这个贝壳捡得好好啊！这是在这个海边捡的吗？对。天啊，
我在这个海边都没见过贝壳。是，所以说就还挺难找的。这一天我一直在寻找。好 ，OK， 我觉得我的话说完了，然后该我了吧？嗯，好。行，夏，我原本一直在考虑该如何跟你讲，然后后来我还是觉得我就做我自己最好，不要为任何就是我喜欢的人去改变自己吧。夏夏，今天我并没有准备太多情话，也尽量不让你尴尬，也考虑到你心情。我更想借此机会真心的感谢你，因为我没想到我会在这个节目里竟然会认识一个我真的动心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比赛那么多次，一起拿了冠军，去了城里玩，一起滑雪，一起拍小视频，可以去了烤肠和你最爱的无葱烤鸭，没有葱味儿。也听了你说了一堆我完全听不懂的网络语言。这些都让我很感动。然后现在呢，我对你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你依然是一个谜，一个大问号。当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挺了解你时，我也会发现我其实有很多未知的事情。今天送你的花叫无尽夏，它的花语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也像这个夏天，就是即使短暂分开，我相信我们也会再次重逢，无论如何。然后现在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在轻松、真实、快乐的状态下，用更多时间去了解你，让你也能看到真正的我。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希望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会真的非常的珍惜。谢谢，这个是你自己写的？对。哇，哎呀，这是我真心感受。对。我今天没有带砝码来，首先我先说玉博吧，觉得因为你人真的很好，觉得你是特别特别单纯，没有什么任何的坏心思，或者说是非常尊重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很合得来。在这2天的相处，又觉得你其实是一个挺敏感的人，你其实心里面有很多想说的话，希望你可以在这段旅程里面开心一点，然后在出岛了之后也能每天都开心。就像你给我写的那个 smile， 对，一定要微笑，就是像你前2天刚跟我们见面的时候那样，就是自信一点，然后微笑。好，然后对于子生，其实在前2天我挺不理解你的，就是我对你也是一直是一个问号，然后每一天都在不停的变化。可能在我们刚出岛的第1天出去玩的时候，觉得突然发现子生好像不是那个很难懂的人，好像挺活泼可爱的，但是又在第2天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对，就感觉其实一直都是一个问号。但是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细腻、非常有想法的人。你说你在这个岛上想遇到一个偏爱你的人，但是你却选择了你偏爱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说的做自己，对吧？所以说，希望你在未来做自己的同时，也能遇到就是跟你比较合拍的所有人。希望你遇到的都是能跟你合拍的，希望你能够做自己。好，谢谢。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
能够在做自己的同时，还能够被偏爱吧。好。好。春又悄然入怀，叶绿树白。那我们就一块走。我看看这个花，这叫什么？无间夏。对 ，more summer 的意思。这看着好漂亮。天哪，谢谢，而且还是我象限里的紫色。无尽夏，就那个颜色是紫色的，我名字里也有那个紫字，含义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以后的夏天吧，可以重逢。其实我们已经圆满了，说实话，高高兴兴的。到我们的时候就下雨了，那怎么？下雨，你来就下雨。可以先给你送回房间吧，下雨了。那快点走，要不你俩拎呢？没事，我俩没事。我到了，拜拜，你们快回吧，下雨了。可以。你们3个一起回来的？对啊，2个卫士和1个公仆。快回去吧，下雨了。哎呦我天哪！走，快进，下雨了。哎呀，这个照片怎么办？难受的看见，你的信息全写在脸上了，难受，非常难受。哎，想哭。不要哭，兄弟，不要难过。怎么真有种分手了的感觉？我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走，那只能一个人待一会儿吧。啊，给我看一下，可以啊，好漂亮，我老天爷！啊，放在我家里呢。行，你不丢了就行。拿张，我喜欢这个，就留这个，好可爱呀，这张。就帮你搬行李啊，还有采访好像。OK， 收拾行李，拜拜。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就是要经历一些事情，要通过时间，把自己的棱角为对方去磨合，是要慢慢来。挺 emo 的，然后挺难过的，还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在这个偏爱岛上遇到王子腾的。虽然说最后的结局可能不是朝着甜蜜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结局对我们2个来说都是挺圆满的，我也挺没有什么遗憾了。到时候看节目可有意思了，我感觉。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找我6次，找我8次，我要看看，我要好好看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没有被拍到，有没有被剪到。如果这个被放在你最后的那个，它肯定是有画面的。因为我当时你知道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吗？早上、下午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发生偏爱，就只有晚上那种个人聊天才是表达偏爱的方法。就比如说你想偏爱，你就找他聊天聊一下对你的感觉啊，这样子。早上日常活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夏令营一样的社交，一个小孩子在逛6圈逛8圈的啊，终点都是一个，就那洗菜的那个小潘，在那扛洗菜洗盘子。素，咋了？又想我了？啊？我说你又想我了？也不是很想你吧，就是过来看看你。百香果味儿，吃一个。你吃吧，我刚吃了2个，你现在吃一个，然后等我饭吃的饿了再吃一个。哎呀，这么会想，可以啊，留一个吃一个。你咋一直看着我呀？结果整的都不知道干啥了。现在画个爱心，快！现在画个爱心可以吗？全体岛民请注意，
告白时刻已结束，偏爱岛即将关闭。结束了，哥。就要离开这儿了，真的好舍不得。假如我再也见不到你们，赶紧说。早安，午安，晚安。啊 ，so sad。哎，离开你谁还逗我笑啊？哎呀，明天没有人喊我们起床了。谁还逗我笑啊？我还挺难过的，因为还挺舍不得大家的，就是感觉，学生时期过了之后就很难再有这种集体生活了。且在岛上，大家都摒弃了一切身份还有社会地位这些东西，那大家相对就会更真诚一点。我觉得这种生活、这种体验还是挺难得的。请各位岛民前往沙滩，正式告别偏爱岛。告别了，我会呢。下雨了，小潘，哎，我来吧。你往哪撑？你怎么又换了一种卧姿啊？一直都是这样子。你这样子的，你不是拉左边的吗？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呀，这样卧着有稍微有点安全感。这天空不作美，我躺在床上睡。下大就跑回来，下大就让这待着，然后我们就录那种青春遗憾的那种，然后在雨中奔跑。啊，他们打伞了！哇，他俩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他们没带伞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什么？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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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哇塞什么？这两个也送给你，我信的前2个版本啊，写的也是不一样的东西，太尴尬了，有点不想给你了。算了，不想给我了，有点尴尬。假的是吧？也不是假的，就是有点为了写而写的，是不是？来来回回的几句话，反正。走吧，那我别拿它了。你要吗？你想给吗？反正就是也是有点尬啊，有点尬。走吧。尬住了，我先装你兜里。好，你放我兜里吧。给你打吧。为啥呀？我这个伞太小，你一个人打。那你呢？我后面。哎，回去再看吧。好。尴尬尬的，反正写的。你打吧，到时候你发型没了。发型没了？对啊。没事啊，没有重新抓吧。冷不冷？不冷。不冷。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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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全岛人的口头禅？全岛人的哇塞哇塞！今天真是糖热摄入过高了，齁到我了，你知道吗？是。想好了没？那我来。你想说什么？不是，听着没？你这边能听到最大声的，我想说的。告别的话，最后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希望能在岛外也同样的纯粹，同样的开心，然后没有那么多的世俗烦恼，内心多一些纯真。好，所有嘉宾，所有的工作人员，辛苦了。希望大家天天开心。白天该讲的都讲完了，该哭的也哭完了，大家后会有期，常联系。来到这个岛上，让我学会了让为爱勇敢的一个勇气吧，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所以，接下来生活好好努力，天天开心。谢谢偏爱岛，带走了我很多的烦恼，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快乐。希望我自己永远都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有缘终会相见，大家出岛之后也一切顺利。一定要做自己，不说再见。
再见深圳，等我北京，等我北京。完了，说啥？大家一起继续成为更好的大人吧。偏爱岛再见，偏爱岛的各位再会。小孔要永远开心，永远发光。大家都辛苦了，一会儿准备开饭吧。好，王一博每次都这样。可爱小男孩。北京怎么可能会等你？你得自己去找，还想让人家等。他等在那，我去找呀，不是吗？什么？是的，是的。是的。哦，谁说等我北京？我。你也在北京，他也在北京，对啊，新疆到北京有多远？爱没有距离，爱没有距离。这12天是我人生中永远忘不掉的瞬间。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这短短的10几天来很神奇，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最主要是认识了小马，而且还认识了自己。小潘这趟偏爱之旅在意料之外，但是开心的，超级开心。期待之后的偏爱之旅吧，在岛外的偏爱之旅。想对偏爱岛的所有人们说，大家相遇就是一场缘分，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觉得以后大家只要心里还有彼此，我们一定会再次相遇的。最后和大家相处这几天也确实让我挺开心，对于我来说我没有遗憾了，我觉得这次玩的挺好，学会了去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然后去体谅别人。我就是特别感激，认识了所有人。我希望千羽还有岛上的所有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能生活越来越好，开开心心。成长了很多，也结交了很多非常值得去认识的人，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如果要重新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来的，但是我不当鲶鱼了。我爱偏爱之恋，我爱岛上的每一个岛民。偏爱岛对我来说意味着，就真的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整段旅行对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永生难忘。我甚至也有点不想走。再见偏爱岛，再见大家。这个乌托邦的世界太难得了。偏爱。再见。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 like you do. Love it how you love me electric, always you. 生日快乐 ！Electric, electric.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生日派对。哇塞，太美了，太美！哇，这也太般配了吧，老四啊！拜拜，拜拜。欢迎这人来北京，干杯，干杯！滚涛到，子生到，干杯！就自然，别管我。对，说话，对。欢迎听友来北京 ，Hello。到了，今天来到的是5层。旁边是谁？好难猜呀。当当，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一个项目，来看一下。人生6宫格，这是6宫格，准备的一个不织布相册，它现在还是一个半成品。其实刚刚这个 Hello Kitty 画了好几遍，这是已经初步打印照片，这是 Hello Kitty 做的还挺细。2页，然后接下来有8页。12点40分，马上后天相见。好，雏形在这儿呢。我们现在拿到，期待吧。然后我们现在回宿舍，把它放进我们做好的内页里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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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了，期待明天。6点39分。
哦，但买了最早的一班去飞机场，想着早点见。你知道我在这坐了好久，好尴尬，我的社恐啊，好重的一束花。好小，就是小熊啊，需要。这捏上你粘上去了吗？我看一眼，乌拉古。这是你说你最喜欢的招？我喜欢这个。嗯。你怎么这么厉害？Feel like I've known you for a lifetime. When we met, I just knew that we had to be. Know there's a love in at first sight. 找一下，拍到，嘎嘎拍到，像个小偷。Thinking of you, I was thinking of you, I was thinking of you, I was thinking of you, babe. Thinking of you, we locked eyes from across the street. Last night I think that I did a bad 小韩，好美呀！其实异地恋真的没有那么难谈。北京，我来了。我都说成这样子吧，我都说成这样子吧。我好想你。我都说成这样子了，你都不知道我在这儿。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肯定来了。真的？我以为你在我家呢，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好帅啊！好帅啊！今天你也好美啊！我们俩之间有一点距离了啊，不要搞那么暧昧。谁宝宝？我宝宝。听见？啊！我的耳钉脱了！哦，去哪耳钉了？痛死了！亲下点好了。你把我压在耳钉上。今天去拍了一组照片。你拍老爸拍啊，这是什么？给我喝一口。来了，分赶紧喝。这么可爱啊！我就要跟你待在一起，我就要跟你黏着。团团，团团，你哥哥给你煮了鸡胸肉，团团。团团，哎，吃了。哦，特的。好，保温杯，带着保温杯去人家秋。哎，你接着水啊！我喝完了，刚接的。等等，你们蛋黄酥，我磕你们了。当下还要当主持人，我们就是得站起来。好可爱呀，如此美萌的灰灰。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it's you. You that I want to so badly kiss. Will you ever look at me the way that... ต้อง离开，却又悄然入怀。叶绿树白，蒸馏气味深埋，强过人人羡下的爱。当你生活本来。偏爱之恋正片 SVIP 用户每周2、周3 10点抢先看24小时 ，VIP 用户每周3、周4 10点抢先看1周，非会员次周3、周4 10点可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3至周5加小衍生节目，每周3 10点高糖纯享版看岛民超甜互动，每周4 10点偏爱加码看岛民欢乐游戏日常。每周5 10点偏爱日记、惊喜嘉宾陪看、岛民复盘等超多加码。每周6至周1更有高能精编、微博花絮等你来。我爱意你存在，爱为你盛开，爱无处不在，总爱意你存在，爱为你盛开，爱无处不在，不语状态，
多开心的小孩，这婚姻证彼此的世界爱也是才知道你难，直到电影开，我才慢慢明白，别离开，过温暖色人海。若生如白，别一个人悲哀。电视看优酷就用酷喵 TV， 畅享大屏好内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春风也吹了过来，你会明白，它无处不在，从爱笑进来。追上美丽色彩，为美好期待，它就在窗外。